我对这土地没有一点感情，这贫瘠的1亩3分地不养人。这是中国最好看的纪录片，土的掉渣却真实到让人窒息。村中有异类玩琵琶，有神经病打石头，有村支书怕喝酒。立春时分的山东淄博沂蒙山韶玉村，江水初融，冬雪未消。杜申中捧着颜料放羊，蘸着红刷子，涂的那叫一个眼疾手快。完事儿还就那点红，在墙上写下大大的春字，一气呵成，再送上句吉祥话：龙年吹到花样开。谁要是夸句写得好，老人家准得一扭头，笑着谦虚。不远处，小媳妇老太太围作一团，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缝帽子，嘴里还得嘟嘟囔囔，把1年的祝福都缝进去。说凤凰犊子，小孩不生犊子。傍晚，铜锣敲响，全村人围着篝火聚集，瞧着自家孩子咬春，一根萝卜轮流咬，锣声不停，接力不止，直到一个孩子兴奋地举起了萝卜。旁边的老太太等时就乐了。这穿了，你得把它脱了。一圈大人笑得更欢了。篝火在古树阴影之下，暖暖的闪着红光，这是独属于立春的仪式感。村口大喇叭从不闲置，金曲轮番播放，邓丽君、凤凰传奇各有所爱，艺术素养十分平均。杜申中其人，村中异类，尤爱书法。常在日头东升之时，毛笔蘸水，在门前大显书法。无论笔法如何飘逸，也只蘸这么一方块，整整齐齐，观赏性极高。村支书高风亮节，全村妇女查体，他风驰电掣，率先带着妻子上了体检部，敬业心极强。磊磊上学之际，磊磊爸从自家果树上挑选了最优质的苹果，天还没亮就拉着行李箱送到了村口，爱子心极感人。3月惊蛰，桃红李白，莺鸣燕来，布谷催耕。沂蒙山盛产红富士，全村人种果树为生。60岁的杜申中家徒四壁，心思却从不在地里。他当过兵，上过学，几十年如一日的看新闻联播，能跟人聊巴金，谈李白，说国家大事，时常端坐中厅，嘶嘶啦啦地摸索着二胡。尽管音色走调，可他还是炯炯着双目，拉得一本正经。自从听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就开始无限向往琵琶。妻子不懂，也不屑他那套阳春白雪，拿指甲盖划了土豆皮儿，一张口全是生活的琐碎。儿子上大学还是女儿辍学供出来的，总不能拖累女儿一辈子。末了还有一句拿手的谚语：你是头顶火吃不着野火。女儿领着男朋友回家的时候，老两口表示了极大的欢迎。杜申中对着男孩子态度温和，满脸真诚，细细地描述女儿的好，气氛十分和谐。难得回家的磊磊跑豆腐房帮大娘干活。他2岁时，爸爸精神病发作，家暴妈妈，父母离婚后，他就被这些叔伯婶娘拉扯着长大。你生下的大娘一大群，也不要说你妈妈一个人呀，就是靠你自己有志气什么志气啊。磊磊抿起嘴，无人察觉地流下一行清泪。杜申中打好农具就下了地，推着耙犁，在土地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播下了一行种子。秋收时分，自然会有谷物长成。4月谷雨，布谷提播春沐日，栽插种管事诸多。苹果树花团锦簇压弯了枝头，杜申中和妻子抱着树干人工授粉。上沿还有邻居满脸沧桑的嚷嚷：呀，我怎么看到人生家那果子花都被他那个后年看到。这个结果不结果啊，这就看出穷富了呀。哦，他富人，你说这句话吧，我还他又能投入，他又投入上了，他有钱山里买化肥，山里咋投入？他没有钱，他管不懂啊，他不敢投入啊。苹果花看出的贫富差距，妻子满嘴讽刺的轻视，男人不可言说的面子，都让杜申中气急败坏，转身就走。妻子对这些小情绪向来不加以理会。你走了多不是吗？你走了别死了全。因为干活不算厉害，还做风花雪月那些没用的事儿，杜申中向来不被村民看好。第一书记来村常住，撰写欢迎标语的时候，村支书才恭维着找上了杜申中。他说：“张总的，你是那个台人啊？台人。”就是我的别人管的说的。那个样子呢，光是把这年来换的没轻亏，还轻亏啊！这轻亏后来用钱死了，不知道。素来嫌弃丈夫的妻子，此时却默不作声的帮忙擦拭红纸，瞧着那一手潇洒的毛笔字，嘴角扬起了一抹笑意。杜申中对艺术绝不敷衍了事，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力求最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中上百年的粗壮树木棵棵倒下，被连根拔起。村民感慨着树的年龄，调侃着卖树送城市的行为。
俺这几个人就在这个树搬了农庄回了。卡车带着百年大树离开村子的时候，杜申忠正在田埂上浇水施肥。他背过手，指着远方那棵即将倒下的树。就说，因为这18趟就说这啥的，可以就跑的，然后人拉就走了。没了。妻子旁观瞧热闹，十分起劲儿。前几天大跟前不是没了棵树的吗？不是他们回去家没分分，还打仗了不是？杜申忠低头舀水，愤愤不平。到农村里去找这个高绿化去了，这叫挖大腿上有铁脸上。妻子只是怪他多事，笑他天真。你没钱，你再好也不然。人家这些的，人家都是有钱的人，人家有钱的往脖子上写，有不钱的人子你写的皮，你没钱。杜申忠眉头紧锁，撇头叹了口气。不远处，一棵青葱挺拔的树在村民的簇拥中倒下，溅起一片尘土，如此而已。5月小满，鸡唱未圆天已晓，蛙鸣初散雨还来。苹果花落生苹果，七老八十的大娘都上了枝头忙活，赶着在下一个节气到来之前，将泛着青色的小果包进纸袋。村支书仪式感十足的迎接仪式召开，驻村干部魏书记新官上任，天天在村子里跑前跑后，左规划右建设，指着一片树林，将广场的宣传栏、下水道管都想得一清二楚。几十年挺拔的小树轰然倒下，书记看得眉开眼笑，村民瞧得轻呼连连。一派围观的热闹中，一个村民嘶吼着要打村支书，他门前的大树被杀了个干净。我的不村主，我呀！他他妈村你家的了呀？这就是我的呀！你当就俺你手里肉不起呀？还是呀？这也属谁啥是吧？这也属于3个是吧？我你这个你有3个是吧？我保证你打一个，我打一个，我这个说我们一看，我解决你啥去了？我这个是谁杀的？你有啥的呢？你有谁人你不就这样？你们我出黑你。支书听着有些不是滋味，站得远远的看着那些树。冒火的村民被拉走，支书有些好笑的指了指树桩，主要就是那个顶着对头看秃了又。包揽了足够鸡飞狗跳的闹腾。这座广场的地越来越瓷实，花砖铺了10几米，宣传栏占了一座墙面。神舟9号飞天，国家科技探索的脚步已经迈出地球，村庄建设才刚走出了第一步，且风波不断，争议不休。6月夏至，长夏村墟风日清，岩崖燕雀已生成。村中少年善玩耍，长杆沾知了，筷子夹蝎子，田间地头畅快淋漓地享受着盛夏，肆意欢脱地经历着童年。晌午日头正高的时候，杜申忠找上了村中教书匠，俩人相携着进了城，直奔乐器行。杜老爷子捧着琵琶爱不释手，店主并不因农民憨厚窘迫的经济情况加以歧视，可也不曾施以更多的优惠，几番讲价也不过便宜了100块。杜申忠却笑容满面，几乎是立刻就接受了价位，小心翼翼地将琵琶抱回了家。当着妻子，自然是左瞒右瞒，700块谎称400，依旧引得妻子喋喋不休的抱怨。女人脸色沉重，丈夫一下子花去了近半个月的辛苦钱，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微笑以待。杜申忠只是细细摩挲琴弦，拖着琵琶如是珍宝。终究宝的玫瑰。老爷子多年夙愿得偿，对着琵琶轻拢慢捻，转轴拨弦，曲调未成，率先流出一股满足幸福的情意来。村支书在垄上开垦的时候，接到了张光地的挑衅电话，二人素有嫌隙，对方一天花100块雇人查他的账，惦记着扳倒他。完了，你看你吊棍子光棍子律师，你吊打了，你知道的？我死了，我死有人上坟的，你死了比你有上坟的，我跟你说。支书找到会计挑灯商量对策，对过5、6遍的账，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家反过来说会计造假账，支书窝了一肚子火气，忍着满心的委屈，吐了一句脏话。大不了有些特质不干的事，当中有是那个人，爱心要人，发气，弄在焦头烂额弄的了，他妈了个逼的。村中只有张杜2姓，支书与同姓的张光地旧怨深重，在委员会办公大楼指着鼻子互骂。当面出那么背离的，多大呀？你不是冤不是？你就是处理了，死人不就是也是是吧？我不是有啥呀？你怎么了？这次查账依旧没有结果，俩人的心结依旧不得解开，互相怨恨。张光地空忙一场，村支书白气一场，火气未消的不止张家，杜家磊磊难得回家就碰上了一场战争。磊磊爸情绪越来越难以控制，一点小事就会拿着棒子和街坊呛声，能够让他保持理智的唯有孩子。我也为了小孩装，我也跟他说，我也为了你，我也为了我孙子，我不怕你。好你这鬼子把驴死了家了，好你
这场爆发之后，就是磊磊深深的崩溃与愤怒。他没有妈妈陪伴，在心里压了太多苦楚。他的爸爸脾气暴躁，在心里藏了太多无奈。那些别人同情嘲弄的目光，都让他积攒了太多的压力。不愿意回来爬家，这爬对我来说一点好处没有。失神站着的磊磊没有看到，呆坐一旁的爸爸低下了头，黝黑的脸上不见一丝光彩。7月大暑，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阴地生。村会计家的地被灌了除草剂，会计媳妇骂骂咧咧，认定是因为会计不愿查村支书的账。张光地等人公报私仇，会计扫了眼支书。整片果树枯死，1年辛苦付之东流。会计媳妇咽不下这口气，冒着大雨站在村口，嘶哑着嗓子开骂。到了夜间，张光地的弟弟张光学听不下去，前来找茬。会计和媳妇满腹委屈和怒火无处发泄，声音都急得变了调。我早都快死了，你这叫我啥？你这叫我啥？看着的都知道我去看着。我不就没去看着吗？警察赶到的时候，会计媳妇的腰上已经多了一块淤青。警察没兴趣知道查账的前因后果，只直白的让会计媳妇提诉求。怎么又去你给我处理一个公道？看着我说大了，他不承认啊。当晚，张光学就被警察带回了派出所，连累会计至此，支书颓然坐下，满脸苦色。我就干这个事，这不属于溜吗？干也行，不干也就行。我不干了。我不死我干了我跑不了呀。可说到最后，他颤抖着手骂起了张家兄弟。这害怕咱容易不是说了吗？正义，也想个也不得正义啊。8月下旬，杜申中迎来了一件喜事，女儿定亲，亲家满脸笑意地送上了彩礼。杜申中收得一脸喜色，气氛祥和，满桌没有一个不带笑模样。唯一的缺陷就是杜老先生醉酒说实话，妻子知道了琵琶的实价，回家就忍不住心疼钱。我有这7、8百块钱，5、6百块钱，我就办一些事，我就能干一些事。我跟你说下。杜申中抱着琵琶急得面红耳赤。这个人呀，他得需要吃饭是吧？他得花着。这个精神也得需要吃饭，也得需要补养啊，我吧，你懂不懂？妻子想起被他哺育的精神，立马算起账来。也不能花吃，也不当衣裳穿，就不应该叫你手里有钱。你手里自是有个钱，你不是买米就是买杯，不是买杯你就买本子、买书、你反正你就买这什么？你就整天买这什么？你这是？你跑里面你买吧？你对这个家挺小吗？谁没家鞋，谁没家袜子，谁没家裤子，谁没家褂子，谁没家棉袄，谁没棉裤，你晓吗？可这些深入生活的苟且，只被杜申中以太低2字屏蔽之。他早已将精神食粮奉之如命，再不愿低入尘埃，被世俗侵染内心。妻子早已知晓他的脾气，被说对牛弹琴，也只是撇撇嘴，并不真的生气。夕阳坠山之际，支书带着旅游开发的王总踏上云端，站在最高的山峰，看着海拔最高的红旗湖，薄雾笼罩之下的山水如画，畅想着那条致富之路。现如今早已没有无关钱财的美景，天高云淡，西山之下的太阳发出阵阵光芒，别样美好。9月秋分，金气才分向此朝，天青林叶拟词条。苹果身上的纸袋被一一扯下，在光照下晶莹剔透地反出青白色光芒。村中泥石混合的土路成了建设第一步，2尺挖掘机一应俱全。家住路边的村民算盘打得极响，新房子盖到路当中，新马路占一半，占了大伙的利益，全村都不再瞧热闹，轮番上阵跟他嚷嚷。上阵不到1年的书记，第2把火烧得正旺，立马火冒三丈了。我说这路我这家伙都抢了。支书劝架十分有技巧，吼完村民，劝走书记，再不咸不淡的轻声安慰。用不了岁了，花钱撵这扣啥也扣啊！修路进行的如火如荼，铲土砌水泥，给路磨皮，进展十分迅速。10月寒露，风入蒹葭秋色动，雨于杨柳暮烟凝。村民进入了最忙碌的时节，人人拿着白筐进出田地收苹果，小偷也会趁机入户活动。晒满了1个时节的苹果早已褪去了青色，鲜红欲滴的摇曳在枝头。村口大喇叭以一首最炫民族风统一审美，如山一般的红蒲铺满了家家户户。修好的新路上停靠着大大小小的3轮车，整整齐齐地摆放好苹果，运送至镇上
参加苹果节，运气好还能被果商相中。今年的杜申中收完了苹果，却还没有一个果商来购买。夫妻轮流在果园蹲守，家中有些积蓄的已经打算送果入库，轻度减少损失。杜申中没有这个条件，他只能日日在果园等待，更深露重。他对着月亮抽烟，守护自己的苹果。师叔同样将自己的苹果送入冷库。今年不景气，他们宁愿搁置，也不愿赔本。等起来，咱们妈的，咱们这不是写了名儿，他妈叫他开了会了，啊，那张都没买完，俺说不用买了，我叫他挂在雨上，他这不娘是爷了。等了大半个时节，杜申中总算卖了苹果。这个男人满脸沟壑深重，沧桑尽显。他有些怔愣地跟客商杀价。这个时间的苹果已经卖不出理想的价钱了。连夜装箱上车之后，才算放下了1年的提心吊胆。杜申中请司机吃饭，喝得大醉，他的脸变得黝黑，神态更加疲惫，越来越像个农民。7000斤的苹果卖了16000，这1年光投入就花掉了7、8千，还不算付出的时间心力。花10分代价以后得不了3分收益，这个是我讲这我一边，我就熬这个时间，我都熬得很心疼。妻子在旁也有些怨气，这打工的活也没这么强，一年也挣1万多。杜申中对此更加无奈，他的年纪早已不允许他出去闯荡了。外跑的世界很精彩啊，外跑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这个世界太无奈，他太一出去以后茫然无知，啥也不懂以后，实际上你真正打工了以后是，你卖力气啊，还都花了罢了。你的卖生命，这样气血的申诉，只换来酒友一句不明所以的打趣。看了明年好，明年裤子给变高，就这样啊。杜申中只是移开了目光，抿起嘴角，一瞬间索然无味。10月霜降，气肃霜降渐冷凉，草木枯萎凋零黄。缤纷的落叶间，自有村民爬上枝头敲打采摘，银杏铺地，药材自来，柿子已红，浸染枝头。惊蛰种下的谷物长成了玉米。杜申中与妻子一边收割一边置气。这回这个玉米今年可都就花到钱了，你这一点都玉米没来呢。那个弄的原来不知道算都远是算了。艺术之外，杜老爷子格外淡定。关是这个国家这个山绿保护动物。妻子咬牙切齿直跺脚。国家保护动物，他刚到等于刚吃庄稼，刚到等庄稼，他还保护动物，说那个农民种的2、3公益嘛，他就是都是多等了，还保护农民那个我没保护的了呀。杜申中此时也来了一丝怨气。那花早他那就早他那吧。人都没这良心，以后卖假种子以后，咱就是一年春天交的种子，现在收玉米。用生活见证了一场段子，夫妻俩都有些泄气。日头渐升，繁重的农活渐渐压弯了腰背，俩人也不再讲话。磊磊爸卖了苹果，就踌躇着给儿子打了电话。咱苹果没了，没钱好甩上啊。手头宽裕了，家里也砌上水泥，盖了新房。村支书找上了会计，打人的张光学承认了罪行，可他即将当兵的儿子不能有这个污点。小孩就是说，想考学好，还是当兵好，咱不清楚。他总给他们算说，这个小孩考学好，当兵好，这是好的公事，我不清他小孩。会计夫妻均没有接话，私了。那必然是要谈钱了。多事之秋，支书又赶到了一对老人家里。他们在贵州打工的小儿子在工地丧生，满头华发，经历丧子之痛。老父亲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旁边的女人抹着眼泪，只重复一句话：实在的受不了，实在的受不了。旁人如杜申中与其妻，也只是在家闲时唏嘘一把，再不吭声。逝者已矣，村民帮忙处理后事。杜申中换黑笔写了个端端正正的寿，贴着山崖架起塑料棚，就算临时的灵堂。死者亲属千里奔赴接回了骨灰，在香炉之上悲切痛哭，闻者驻足，亲者抹泪。灵堂之中还有一张照片，小伙年纪轻轻，俊朗精神，却没有了一份色彩的朝气。这样哀痛的哭声哭黑了天际。灵堂的暖灯彻夜不休。次日，他们就扶棺上山，包上红纸黑字，慢慢的下了葬。亲子带笑起身，还稚嫩发问：爸爸的家？啊，对了，真的爸爸的家哦。没可怎么说啊？没可我说，这都是刚快快啊。爷爷再度哽咽了喉咙，抿起嘴唇，任由泪水流了满面。人死灯灭，慢慢融于大山，以一份土壤留存于世。
哦不，还有50万的赔偿金。亲属褪去悲伤，还不等脱下校服，就为了分钱大打出手。死者已矣，其他人总得继续活着。极月大雪，万树琼花一夜开，都和天地色皑皑。鸟雀回笼，试挂枝头。杜深中也能弹出一曲像模像样的琵琶曲。妻子得了弦儿，还会跟着轻轻唱和，一展难得的艺术细胞。牛郎织女回家西，给和千里挡不住，生死同心不分离。再胸无点墨的人，也有自己的音乐审美。即使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低头捡起地上的烂菜叶。磊磊家今年收成不错，盖完新房，还骑着新摩托在乡间土路上来回溜达，边练边炫耀。磊磊在校发表完荣誉演讲就回了家，爸爸忙活着给儿子做饭。他不懂儿子拿下省级导游证的优秀，只是懵懂着为他骄傲。磊磊却因为一声发音不开心起来。这把年，什么？连日吧说不清楚，你怎么知吧？我一回家先发。爸爸有些窘迫地委下身子，慢慢地给孩子切肉，一言不发。张光学的儿子离家当兵去了，会计夫妻不愿白白挨打，开口要1万块补偿费。张光学听在耳里，就是敲诈儿子。村支书多方调解，焦头烂额。月末冬至，初阳映雪暖玉蒸，千门锐气通珠灵。天明的野地里，到处都是落网的野兔；顺滑的雪路上，到处都是嬉戏的孩童。黄道吉日在眼前，杜深中夫妇开始上街采买，为女儿出嫁做准备。素来算计的妻子，1分钱都不舍得多花，可听到女儿2字，还是掏钱多买了1份。满满2个麻袋，老两口扛在肩上，一步一步地带回了村里。全村轮流上门寒暄道喜，没说2句就掏出了份子钱。那些零散的心意都被杜深中仔仔细细地记在了本子上，妥帖地收进了抽屉。良辰吉日，3炷清香祭拜神明，酒席清案请神观喜，红绿包袱燃烧殆尽，新人得佑，幸福美满。杜深中和妻子拿出2沓钞票，还未开口，女儿就流了眼泪，一个推脱记挂家里，一个塞钱满心关怀。女儿突然破涕为笑。腰这么大了，还得打好钱。这不是大少年，这不是大呀，这是。吹吹打打迎亲时，新郎穿鞋盖盖头，婚车列队挂气球，看着姐姐出嫁的模样，弟弟坐旁边偷偷抹眼泪，妻子也不带笑模样。杜深中百感交集，湿润了眼眶。婚礼进行时，新人一脸喜气，在旁人的欢呼与庆贺中亲吻，此番就算是成了家。2月立春，去冬已立春，共喜春早来。又是一年春来，杜深中依旧在羊头点红，家家户户照例写红春，添喜庆。春节尚未到来，支书四处拜早年，拎着礼品拜访旅游开发的王总，为过去1年的麻烦致谢，为来年的继续打基础。拿着春联探望意外丧子的老人家，老人满脸感谢，可眼睛早已哭肿，经常是话未说完就满眼泪水。丧子之痛痛彻心扉，又岂是3言2语可以疏解的？每年这个时候，作为退伍军人的杜老爷子就会收到一份慰问信，还有妻子嘟嘟囔囔的没用2字。这个东西有啥用啊？家里都没地方贴了，对吧？心怀芥蒂无法释怀的张光地就没那么好态度了。支书不管拎了啥，他眼皮都不带眨的，要再讲话，他就会拿起菜刀将案板剁得砰砰作响。磊磊终于决定趁着这次机会去见他的妈妈。同父异母的妹妹怯生生地跟着出来，多年未见的母子只是拥抱了一下，就相携着进了屋。刚坐在一起，磊磊就失控地流下泪来。妈妈帮19年未见的儿子抹着眼泪，有些哽咽的劝慰：小都长大了哈，小的时候都隔了2年，还都长那么大了，你还别哭了。这场忍了多年的泪水决堤崩溃，到最后，妈妈将儿子搂进怀里，轻轻拍抚，弥补一场迟到20年的哄抱，抚慰一颗孤寂20年的心灵。杜深中儿子难得回家，妻子前前后后的忙活，里里外外的收拾，翻出了杜深中的旧物。老爷子拿过曾经的稿纸，重重的叹了口气。他年轻那会儿，在北京的鲁迅文学班上了4年学，也不知天高地厚的搞过文学创作，可终究还是一场空。提及往事，妻子在旁忍不住抱怨丈夫花冤枉钱，一事无成啊，什么是一场空。杜深中突然有些激动，他不认识我是谁，
到现在他不认识我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妈妈她自己呢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这就是我最大的一种痛苦。察觉到丈夫情绪不对，妻子连忙找补话语。实际上我内心我很敬佩他，你爸爸。我再不和他吵，我就点地位我也没有。我跟你说，在这个家里。杜申忠不再计较妻子，他拿过那沓稿纸，有些看透的笑笑。我们就是种地，拿到这些东西以后，他是相当艰难了。那为什么现在花上一切精力，拿出所有的这个精力来供这孩子上学啊？实际上，这个土地啊，是土地啊，是一些对土地有感情的土地。我是那个谁何龙，我跟你说啊，实际上我一心我对这个土地我就没点感情，咱就是没办法，无奈，是吧？因为咱我说咱没这个多么了不起的靠山，咱就是指望自己拼打，指望自己指望自己努力。特别是现在嘛，你们后来条件以后得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千万的这个土地啊不要人，我和你说，咱这个土地在那么贫瘠土地不要人。他眼中闪出了泪光。我失败了一辈子，现在今年60了，啊，一事无成。你都大了，你现在正好在这个学习期间，你一定好好努力。你别看他，你这个一辈子不成功以后，你说谁？不是没成功的这个教训啊，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学的，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累。父母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出口的时候，儿子始终一言不发。他细细查看父亲曾经的稿纸，这些一笔一画写出的心血，嚼着烟嘴儿，目光沉静，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亦或是什么都没想。村里的纷争还在继续，会计夫妻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张光弟兄弟耍起无赖，不可理喻。支书照例以大过年的劝和，会计顿了一下，嘶吼着急了眼。会计妻子更加激愤。你知道我这下一顿我干这老子你。你本身你的胆子，你让我去胆又不拿理啊？理，到我这都出了阴名了，他才是理。不出阴名是没讲理。村部年终总结发工资，1年劳苦，总工资不过1900，憋了一肚子气的会计更加不忿。这两个钱说实在的，不够那么的真有钱。带着满腹怨气起身就走。你们拿着钱了？不要了。有了，我家不要有了。回应他们的只有外面空旷明亮的阳光。当晚，支书冒着酒气推杯换盏。感谢这本书也真是传着都有了，差了吧？好。一饮而尽，满心苦涩。年关将至，集市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的路上，到处都是购买年货的老少爷们儿。大门窗户处处贴满了喜气洋洋的红。30晚上，联欢晚会响彻家家户户，饺子或早或晚总得吃上一口，还要在院里烧钱祭祖，在村口放上几簇烟火，在黑夜中绽出一朵繁华来。新年伊始，韶邑村准时举办联欢会，村民高高低低聚了一圈，造型各异，喜笑颜开。卖糖葫芦的只管往旁边一站，不过片刻，准能被500来号人一扫而空。旅游专业的高材生磊磊是当之无愧的主持，人人都乐呵呵的献技，在室外 KTV 给大家亮亮嗓子。杜申忠爱子颇为嘚瑟，迈克尔·杰克逊跳得像模像样，磊磊难得深情，向爸爸献唱父亲。在深受触动的围观者中，磊磊爸默默地转过了身，无措地红了眼眶。杜申忠抱着他的美人儿和一群二胡兄弟在后，妻子朗声献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尽管他们并未真的热爱这片土地，可对这个青山绿水的地方，对这个生养他们的家乡，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更依恋。这是豆瓣评分9.3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历时373天，获奖23项。多次指导春晚的金岳曾直言，它是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在中国有14亿人口，80%来自农村。出生沂蒙山的导演江波将镜头聚焦于山东淄博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韶邑村。这个村子并没有富甲一方全民爆发，也没有贫困疾苦需要募捐，它只是近70万个遍布在中国的行政村落之一，普通且真实。我们从这样的乡村里看到那些被我们遗忘的、曾经历过的，亦或是正在生活的岁月。上古的24节气流传至今，依旧是农民靠天吃饭的唯一凭证。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劳苦一年，汗洒黄土，也不过争得个温饱，还要时时担心收成，提心吊胆。天有不测风云，动物会啃食庄稼，小贩会贩卖假货，果商会压价收货，还有那些让人触动的人生百态。村中的异类
类杜申中一心不养精神，向往着诗和远方，却无法摆脱生活中的苟且。这在村中人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务正业。诚然，他在村中时常感受到知音难觅。他是妻子眼中时常穷酸的文化人，妻子是他眼中见识短浅的农村妇女。可日常相处中，妻子在能力范围内身体力行地支持丈夫，丈夫在无奈过后偃旗息鼓地妥协妻子。他们互相嫌弃又彼此依赖，在琵琶与高歌中相辅相成，相濡以沫，共度余生。村中的神经病磊磊爸经常脾气暴躁，可为了儿子从不敢打人。他愧疚于让儿子失去妈妈，更难过没能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而多年对母爱缺失的磊磊，终于得见妈妈的时候，泪水放肆地流了出来，也终于在最后谅解了爸爸，以一首父亲震颤全村人的心。村中的支书终日为村子奔走，落得一身疲惫，可也落得一身埋怨。一脑门子官司，所得报酬也不过是1900块的年工资而已。杯中酒喝尽之前，就被满腹的惆怅哽咽了喉咙。还有那些让人心酸的苦楚，农村树木拿去建设城市绿化，100年之后，我们的环保又会是何种场面？农民工意外丧生，老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家属为抚恤金争得一分两散。家中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又该当何去何从？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那些吵闹不断的夫妻，犹有隐患的家庭，互相作对的村民，前途迷茫的少年，忍气吞声的妥协，悲喜2重天的婚丧嫁娶。纪录片并不刻意拔高，也不过分渲染，它只是平和真实的记录当下，展露问题。尽管他们大多数如杜申中一般，并不热爱这片土地，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在拼尽全力让下一代摆脱这样的苦难。可我们依旧能看到杜申中与妻子在艰难吵闹之余的琴瑟和鸣，磊磊父子的动听歌唱，村支书在人群中畅快满足的笑，还有葬礼上偷偷抹眼泪的手绢，婚礼上努力随份子的点滴心意。这是中国最真实的喜怒哀乐，这是中国最懂得如何生活的一群人。他们总会在拂袖而去之后，在苦难深重之外努力生活，在生活琐碎之间，依旧向往窗明几净的墨香阵阵。如导演江波所言，中国的农民无论生活在哪里，骨子里始终有一种坚毅的精神。无论生活多难，有多少挫折，他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一年辛苦岁终成，夜处相闻小赠声。缸面扶曲出嗡嗡，小槽压作春延明。东林脉脉连日响，饼料已具楼牙长。磨刀霍霍向红鲜，银裂翻光衬湖上。碎兰无事且招妖，临曲披针共来往。未言今岁胜去年，来岁应须更胜前。我是焦岩，咱们下期再见。